60歲後每天吃2顆蛋，蛋白質就夠了嗎？先別急着回答，2顆蛋大約提供12到14克蛋白質，當早餐很好，但對60公斤的健康長輩來說，一整天常見目標可能是60到72克。問題不是雞蛋不好，而是很多人早餐有蛋，中午只有幾片肉，晚上只喝粥。你以為每天都有吃蛋白質，肌肉賬戶卻可能還空了一大半。肌肉流失不一定先讓體重下降，更早出現的可能是瓶蓋越來越難轉，提菜需要換手，走路速度變慢，從矮椅站起來必須撐扶手，或爬樓梯中間開始要停一次。但這些只是功能線索，不代表你已經確診肌少症。正式判斷要綜合肌力、肌肉量與身體功能。真正值得問的是，這些改變是偶爾發生，還是最近幾個月越來越明顯？真正讓很多家庭算錯的，不是完全沒吃，而是把有吃誤認成吃夠。年紀增加後，肌肉對少量蛋白質和活動刺激的反應可能變得比較鈍，這常被稱為合成性阻抗。Aspen 高齡者營養指引建議，高齡者每天蛋白質至少約每公斤體重1克，健康高齡者常見範圍約1到1.2克，但仍要依營養狀況、活動、疾病和耐受度調整。以60公斤的健康長輩為例，每天大約60到72克，2顆蛋不是不好，而是大約只完成其中一小部分。問題往往還包括分配不均，早餐很多，午餐少一點，晚餐幾乎沒有。所以別再問哪一種食物是蛋白質冠軍，要問的是這一份實際吃多少，這一餐吃不吃得完，另外2餐有沒有補上。現在做一個安全的自我觀察，找一張穩固不會滑動的椅子，旁邊保留可以扶的位置，試着站起再坐下5次，觀察是否一定要用手撐，速度明顯變慢，做到一半腿軟或左右不對稱。亞洲肌少症工作小組把5次作戰12秒以上列為身體功能低下的切點之一，但居家觀察不是確診，容易跌倒、胸痛、頭暈、呼吸困難或關節劇痛的人不要勉強測試。接下來不做每100克誰最高的排行榜，我們看一餐能不能湊足。第一個是板豆腐，質地柔軟，價格穩定，牙口較差也比較容易吃，但不同品牌含水量和重量差很多，要看營養標示。第二個是毛豆，毛豆能提供蛋白質、纖維和能量，但一小撮不一定夠當完整主菜，把它加入蒸蛋、飯或豆腐才是實際的補強方式。第三個是黑豆和其他豆類，乾豆每100克看起來很高，但煮熟吸水後數字會改变，而且喝黑豆水不等於把黑豆本身的蛋白質吃進去。第四個是墨仔魚，它能提供蛋白質，也常被當作補債食材，但那含量、乾絲狀態和實際分量差異很大，高血壓、心衰竭或腎臟病患者尤其要留意。雞蛋依然很好，真正的結論是，任何單一食物都不該負責一整天。那要不要買蛋白粉？如果食慾小、咀嚼困難、疾病恢復期，或怎麼安排都吃不到需要量，合格蛋白補充品可以是工具。真正要避開的是來源不明、成分和劑量不清，卻宣稱能逆轉肌少症的產品。高蛋白一定傷，腎也不精確，但慢性腎病的目標不同。KDIGO 2024指引對代謝穩定的慢性腎病第3到第5期成人，建議約每公斤 0.8 克，並避免超過 1.3 克。已知腎功能異常者，不要照網路增肌菜單自行加量。最後把留肌公式排進一餐，先選一個手掌級主菜，例如魚、肉或豆腐，不足時再用1顆蛋、無糖豆漿、毛豆或乳品補強，旁邊保留蔬菜和主食。不要因為只追蛋白質，總熱量反而不足。再把主力活動排進1周，從每周2到3次開始，做安全的作戰，牆壁伏地挺身、提踵或
彈力帶划船，蛋白質像存款，主力活動像入賬密碼，兩個一起做才是完整的留機計劃。這張菜市場一餐組合圖先存起來，下次買菜直接照順序選。留言告訴我，你下一餐先選豆、魚、蛋加豆還是乳品，再加一個數字。這週準備做幾天作戰？